们下去吧。是。玉离啊，你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我又怎么了？这是？你看你的婚事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又闹什么呀？安排好什么呀？我要嫁给谁？你不是说你要嫁给云峰上神的吗？谁要嫁给云峰那个老道子啊？是你跟我说你要嫁入浮云殿的吗？嫁入浮云殿就是要嫁给云峰啊！我要嫁的是战神。战神？嗯。你可真敢想啊！怎么，我配不上吗？当然配不上了。你想想，不是我灭自家的威风，在这九重天上，谁敢拍着胸脯说配得上战神？你说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嫁给战神。我若是嫁不了他的话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。玉离，天君的旨意已下，容不得你说不嫁就不嫁。我反正做不了他的妻子，他要是乐意的话，我可以做他的遗孀。我。放松啊！哎，过来过来！你听说了吗？怎么了？药王已经把玉离仙子许配给云峰上神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天君都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。不可能！啊！真的。哎，玉离仙子许配给云峰上神。对啊。哎呀，江医官，行，大家各忙各的吧。江医官，你没事吧？秦药医官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原本是肩膀不能动，你给我这么一治，我整个胳膊都动不了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胡闹！你又怎么了？这云峰上神哪里配得上玉离仙子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哎呦！啊！江医官，在下这伤就算了，你还是给我点灵药，我自己回去养着吧。哦，好。这个，啊，还有这两个。哎，这么多药，我先吃哪一个呀？我有事要禀告天君，让我进去。天君说了，不见任何人。上神，请回吧。天君，天君，你好歹进去帮我们禀奏一声啊！上神，请回吧。你就会这一句话吗你？天君说了，不见任何人。天君，云峰上神走了。不要理他。我听说云峰上神不喜欢这门亲事，这几日到处闹着找人求情呢。这个云峰，本君是赐婚，又不是赐罪，他求什么情啊？这大约是不太满意玉离仙子吧。哎呀，这个云峰无父无母，天尊又常年闭关，而且这点小事也不能让他老人家老惦记在心上。既然药王开了口，那本君就赐了这门婚事。这个云峰浪荡了多少万年，该收收心了。天君圣明。
找你的。战神乃6界兵主，掌管一切兵戎之事。天地初开至今已历4代，上古蚩尤，五祖吕尚，大地勾陈，无不是杀伐决断、性情豪爽之辈。没想到，这一代倒有不同。九尘战神，你既然敢冒天下大不韪救下他，就该替他着想。阿莫现在体内魔气未除，不管神魔任何一方找到他，都是在劫难逃。你身为战神，不思己任，终日在此盘桓。一旦被人察觉，顺藤摸瓜找到此处，这后果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为一族国师，身负重伤流入凡间，你自己的麻烦你心知肚明。你既知阿莫的处境，就应该识趣的离开。若有人因你找到此处，我是不会对你手软的。师兄，大事不好了！师兄，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。你又惹了什么事？天君给我赐婚了。何人？玉离仙子。药王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？师兄，我是受害者，而且是药王亲自去找天君求的这门婚事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而且这个玉离仙子打着师兄你的旗号，5次3番的去接近我，我以为她是喜欢师兄你，所以对她放松了警惕。但是谁想到，她心机竟然这么深，她这是声东击西，觊觎于我。哼！药王是个稳重的人，不会由着玉离胡闹。莫非你做了什么逾规之举？没有，我喜欢谁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喜欢谁啊？青瑶一关啊！嗯，哎，师兄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这有什么可想？你不愿意，你就自己去找天君分辨，找我做甚？天君要是理我的话，我找你干嘛呀？那你就去找师傅。师傅虽然懒得理你这些事情，但是他不会一眼看着你耽误旁人的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我有事要办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在这凡间无非是守着灵犀罢了。你我兄弟一场，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了呀！哎，师兄，你现在是无心之人，虽然火精能续你生机，但是也应该凝神修炼呀。待灵犀年满19岁，3劫度满，那以后漫长的岁月，你们不就可以相守了吗？你放开啊！我不，除非你和我去天宫，随我去见师尊。我还有事要办。哎，师兄，我就是想跟你。谢谢。走吧。哎，灵犀在凡间嫁人了？没有。哦，难怪你在这不肯走啊！确实是情况很复杂。看来我得跟你回天宫一趟。大婚在即，你没有时间准备，你又没有父母，师傅又不爱理你这些事情，兄长如父，我得去见药王一面了。我这些小事儿就不劳师兄操心了，你这还忙着，我先走了。随时有事情可以喊我。阿莫，阿莫，阿莫，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修大哥，你不是要买纸笔吗？书店在前面，你去吧，我去上工了。我先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不差这几步。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预支1个月的工钱。孙大夫，我知道药铺最近在进新药，也不知方不方便。没什么不方便，拿给你。
给。谢谢孙大夫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那我去忙了。今日，阿莫领了工钱，特意买了酒肉，就当为二位饯行了。阿莫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二位公子在这里也住了一段时日了。宋公子，你是一个有功名在身的人，家人都对你寄望颇高，早年便送你去了京城，希望能得个一官半职，继承家业，光宗耀祖。如今眼看科举也越来越近了，镇上的许多举子们都已经进了京，你却还在此处逗留。宋伯伯、宋伯母若知晓，定会伤心的。修大哥，你当初是受了伤才到了这里，如今伤势大好，眼睛也好了。你当初说过，只是暂住，不是久留。你在家中有田有产，又是官身，就算没有家人担忧，离开这么久，也是不妥的。阿莫，二位公子，阿莫蒲柳之姿，无才无德，实在担不起二位的厚待。这几日的照顾，多谢了。阿莫以茶代酒，祝愿你们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咱们两个就这样被打发了。是你被打发了。还装。太过分了！灵犀这小丫头，她才下凡几天呀，胆子大到没边儿了。我师兄冒着天大的干系，冒着天大的危险把她给救下来，又劳心劳力的给她找好了住所，还不顾身份的贴身去保护，她竟然把我师兄给赶出来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，光赶出来还不算啊，她竟然敢移情别恋，她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说他是不是？他是不是狼心狗肺？气死我了！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神尊不是说了吗？那个人也被赶出来了。灵犀心性单纯，对神尊又是一往情深，不会轻易改弦易张变了心意的。只是小仙有些好奇，这敢同神尊抢人，不知对方是何方神圣啊？我远远看见一个背影，可以说是3短5粗，獐头鼠目，很是猥琐。如何与我师兄相提并论呢？那是自然。神尊品貌非凡，风姿高雅，6界之中无人能敌，岂是一般凡人能与其相比的呢？司命，最近功法修习如何？神尊就别拿小仙开玩笑了。小仙自从飞升天宫以后，这功法修习一直停滞不前，就连天君都放弃小仙了。你就是这样不思进取，才会止步上仙。这几万年来毫无进展，天君不理你，你就当是美事。哦，没有。还有你，
本尊怎么吩咐你的？要你收敛心神，潜心修习。你5万年前就已经迈进上神之境，至今都是境界不稳，道心不坚。之前与仲浩等人较量，才会屡屡落入下风。是，师兄教训的是。每次说你，都只会答应，有实际行动过吗？神族寿岁漫长，是被你们这样拿来浪费消耗的吗？师兄，我也想好好休息啊，但是我真不行。你看，师兄你法力高深，不会被情所扰，我就做不到这一点。自从天君给我赐婚之后，青娥都不理我了。哎，上神，你不是自称自己是情场浪子，没有什么取悦不了的女仙吗？怎么这次束手无策呢？也不能说是束手无策。你看我师兄，万军之中厮杀出来之人，他自然明白一个道理：想要打胜仗啊，他不仅是靠勇武就行了。所谓料敌于先，谋算于前，巨细详察，蓄力击势。情场如战场啊，道理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灵犀呢，他做了凡人之后，因为先天有缺陷，导致他自卑，所以在感情方面啊，他可能就是很害怕、很胆小，他害怕去接触一段新的感情。就比如说，在打仗的时候，你遇到一股人少兵弱的小股兵马，你进攻，他便防守；你攻得猛了，他就跑了，这是一个道理，啊。说的有道理，那该如何？他虽弱小，但却善良，更爱帮助比他还要弱小的人。这样的女子想要接近他，还不容易吗？弱小。谈情说爱啊，不能坐而论道，更不能够每天绷着脸，是吧？我是打个比方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如果你每天什么都不说的话，那什么姻缘都跑了。总之8个字：胆大心细，嘴甜皮厚，自然能够无往而不利。让你们安排宝清公主劝降各玄兽族，有月余了吧？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杀！黑池，是恩主。义父，我去吧。你给我安分一点就可以。是。今晚子时，我会去禁域动手。你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做的，抓紧去。我能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能有什么想说的？你以为你天天往地牢跑，当谁不知道呢？我告诉你，不光我知道，恩主也知道。要不他怎么不派你去呢？还不是怕你下不了手。别这样，就要跟我动手似的。有这力气，去见你那小情人儿吧。我就说你眼光好，一看就看上了个公主。哎呀！乱臣贼子，等我出去，一个个把你们送到富林渊去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贼，你还敢来？
我送你最后一程。什么意思啊？给你带了些点心，吃点吧。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你们竟然敢杀我！我是山灵族的公主，你们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反都已经造了，还怕杀你个公主吗？你要诛谁的九族？我吗？我没有九族。至于我义父，早就提前让你们给诛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我劝过你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害怕，我好害怕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不是坏人的，你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你是南极仙翁的弟子，你不是坏人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哎，你不要走，你别走，你救救我！喂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！宝清公主逃跑了。跑了？她是恩主最重要的棋子，抓活她，别伤了她。是。阿莫还在呢。比去年好多了。孙大夫，我出去一下。啊。写好了。哎，多谢您了。谢谢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谋生。赚钱。你不是当官的吗？家里有店铺，有房产，有良田，有仆人，用得着这样赚钱吗？出门在外，总有些不方便。你为什么不走啊？
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完成，不能走。先生，我要写信。阿莫，还有事吗？我要做生意了。大娘，你要写什么呀？给我儿子写。好的。一定是故意的。宋公子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家了吧？他为人方正，倒不像修大哥这样赖皮。宋公子，阿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宋公子，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是不会回去与你成亲的。以你的相貌人品，不愁找不到妻子的。可我要你做我的妻子。宋伯伯、宋伯母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身为人子，不在他们身边尽孝，却要在此地盘桓，合适吗？阿莫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怎么选择，是你自己的事。宋公子，告辞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好疼啊！公主，你的命中受损，属下法力低微，无法治愈你。锦绣哥哥呢？快去找锦绣哥哥！可是现在你，快去！公主。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属下这就去。大人，务必看护好公主。是。
怎么这么傻？这么大雨还站在这儿，还笑？你看，连天都帮你。进屋吧。你喝点儿姜汤吧，淋了雨，别染了风寒。多谢。你头发还湿着呢。你帮我擦吧。我？麻烦了。那你转过去。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不许再赶我走，听见没有？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侧，惆怅两处隔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你似生且过，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早。你倒起得早。习武之人习惯早起了。宋公子，雨停了，你今日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能是受了风寒了吧。你不是习武之人吗？怎么身体这么差？宋公子，我在你眼里有这么傻吗？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，可能是可怜以前的我，也有可能是你我已定了亲，我却留
修大哥住在此处，而让你心生不满，不论是因为什么，我都要回答你，我是不会随你回去的。吃饭吧。好嘞，慢走啊。月饼嘞，又甜又香的月饼，看看啊。快过中秋了。是啊，姑娘，这没几日就是中秋了。这中秋啊，是一家团圆的日子。小店的月饼香甜可口，您买几块回去给父母尝尝。哎，买几块吧。哎，姑娘，既然喜欢，怎么不买啊？马上到中秋节了。香甜可口的月饼。你不会又要赶我走吧？我现在都不住你家了，住在镇上也不行啊。阿莫，你有点不讲道理啊。老板。哎，好了，您慢走啊。送你的。修大哥，不用了。要过中秋了，你不回家吗？我和你说过的，我没有家人，回去了又能和谁团聚呢？对不起。你要是真觉得愧疚的话，就陪我一起过中秋，好吃再来啊！好吃再来啊！好吗？拿好了。嘿，谢师。大家过来听啊！仙师，果真是仙师啊！仙师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这人干嘛呢？你们认识？仙师，弟子朱自在，是清风观第38代传人，素有在这灵山上修习仙法30多年了。平生夙愿就是修习成仙师这样斩妖除邪、除魔卫道的神仙。修仙不得要领，还望仙师点化弟子一二。哎，啊，认错人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仙师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那两师徒，我见过，他们之前要抓小白，被我拦下了。哦，你真的不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那他们为何要拦你啊？还要叫你仙师啊？孙大夫，孙大夫，你们来了，回去别忘了吃药，早晚各一次。你的病还没好呢。知道了。快躲起来，把门窗关上。快进去。师傅，有妖怪，大妖怪！快走！师傅，你怎么不动啊？莫非这是仙师给我们的考验？